那年我被抄了家，老仆人把我托付给了他村里的侄子。那侄子一身蛮力，每天不是打猎就是种田，还凶巴巴的，说我娇贵。我白天骂他田舍奴，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一口野菜羹，然后晚上饿着肚子偷偷在被窝里啜泣。第二天，他背着我走了10里山路，去镇上买栗子糕，这一小肚糕点，把我娶媳妇的积蓄都花光了，你吃了就不许哭了。我恶狠狠地咬了一口栗子糕，不服气，不就一兜破栗子糕，以后还给你就是了。喊你拿什么还粟米你不吃，这是刚煮好的野菜羹，你吃了再睡。我将自己捂在被子里，那人却不依不饶地捧着碗劝我，谁会吃那野菜羹？烂乎乎的一碗，连一撮盐都舍不得放，不吃不吃，你拿走。我被他闹得烦了，反手便是一腿。谁知听见啪啦的一阵脆响，我一愣，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脑袋，却直视了一双含着怒意的爆眼，而地上是被我刚才挥手不小心摔碎的瓷碗。我变的眼神吓得哆嗦了一下，随即又梗着脖子喊，不就是一个破碗吗？等我兄长找到我了就赔给你。他没再催着我喝粥了，只自顾自地把碎碗收拾了。我藏在被窝里偷偷看他，觉得他似乎是生气了，不过一个田舍奴生气就气了，还要本小姐哄他不成？我越想越气闷，头又睡了。我爹本是个京官，朝上弹劾，得罪了当朝摄政王，摄政王一怒之下抄了我们家，父母兄长和家中奴仆都被发配边疆去做苦役，只我一人本该被送往教坊司，就被护了下来。家里的老中仆将我送到了老家，村里托付给了自己的侄儿。于是就他一身子蛮力，初春的天里就穿着一件单褂子，露出了胳膊，给我2条腿并一块都粗。他的个头有家里门头那么高，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的，像打雷成天里不是打猎就是种田，粗鲁，实在是粗鲁。半夜我被饿醒了，肚子里咕噜咕噜乱叫，于是酒家中并不富裕，连盏油灯都舍不得点，早早就睡下了。我望着重度过的这房梁，呼吸间是木屋腐朽的老旧气息，破洞的窗户纸不停钻进阴冷的风来，耳边还有并不熟悉的男人的轻微鼾声。明明几日前我还有父母兄长宠爱，还住在千工拔布床上，那千工拔布床可是耗费一个工匠1000日的工事做成的，用的是上好的楠木、红木和黄梨木，外间浮雕上刻着上百个鸟兽和人物图案。最里间是我睡的地方，外面有一浅廊，是丫鬟睡的，在外间是我的梳妆台，说是床，其实相当于一个屋子外床，以后我出嫁是要跟着搬走的，也是我和我夫婿一同睡的陪嫁物件。眼见我婚事都定下了，其实都挑好了，没想到却被抄了价，就连那张千工拔布床此刻也充了公了。再看看如今这破屋臭被子，我顿时不禁悲从中来，呜呜，我捂着被子偷偷啜泣，男人的轻微鼾声止住了，呼吸声也轻了不少，不知是不是醒了，我却哭得来了劲，不愿意停下来了。凭什么他一个田舍奴睡得亮相？第二日天刚微微亮，他便喊着我起床，叫小姐快起来了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昨夜哭了半宿，早间更是困倦的不行，硬是被他的大嗓门喊了起来。这田舍奴说起话来怎么跟打雷一般。等我穿好衣服坐了起来，他一双明亮有神的豹眼望着我，我一双轻松睡眼还饱含困倦的热泪望着他。他问为何不下床，我指了指披散下来的头发说，你得帮我梳头，每日晨间起来都有丫鬟伺候我梳洗，我的发髻太复杂了，我自己哪里盘得来，此间没有别人，自然是他帮我盘发。他黝黑的脸上微微泛红，别闹，我怎会这个，那不会学吗？难不成要本小姐教你不成，就是把这个盘上去绕几圈，你弄疼我了，这人手掌那样大，竟然一点也不灵巧。我本要的是双平计，可他折腾了半个时辰，竟然才说出来2个小舅舅看起来跟头上顶着2个肉丸子一般，那丸子上的头发还杂乱得很。我脑袋推他，你若是我的丫鬟，怕是只配去到公筒。他却一脸满意的笑，我看着倒是挺漂亮的，你这俏生生的娃娃脸做什么非要梳那老气发髻，这样就好得很。谁老气了？我之前梳的可是京城里贵女最爱的发髻，这田舍你懂什么？他一把拽着我下了床走了，天都要大亮了。我竟不知这人带着我要爬山，他说要去镇上，离这小村里有10几里路，还都是山路，坑坑洼洼的，极不好走。我走了一会就累得走不动了。昨日到现在我低迷未尽，走了会路就饿得头发晕。他停下来，回头望我快些，不然晚上赶不回来了。我恼了，更不愿走了。我冲他喊，什么好吃的非得跑这么远？他说村里都是野菜粟米，你又不爱吃，要吃好的必须去镇上买，可是去镇上的路还有好多里，我的小腿已经酸胀的不行了。我坐在树下的大石墩上，生气什么路，非要本小姐亲自走吗？他思索了片刻，然后当场我就开骂了。京城贵女吃的栗子糕都是兰香铺的，你家是哪来的？
我怎么没听过挂个桂香铺的招牌，莫不是搞东施效颦，在小镇子里骗骗乡野村民哪家贵女吃你家的杂牌子糕点？掌柜的听着骂，停下手上算盘，这才掀起眼皮，正眼瞧我一眼。他打量我一会乐了，你这野丫头也去过京城，你管我去？没去过。你开门做生意，能卖就卖，价都不开，就赶人，就你这样活该，只能在小镇子里，一辈子都干不过兰香铺掌柜的，似乎有些生气了，放下手中账本走了出来。于是酒伴拉着我胳膊，焦小姐不行，咱吃别的，不跟他掰扯。我兰话惊奇的喊了一声，哟呵，你还有未来夫婿，怎么你这般落魄了，也不见他来找你？你一个娇娇养的小姐，竟也只能跟着我吃野菜羹喽？这人竟敢嘲笑我！我用力拽了一下他的2个耳朵，引起他一声痛，叫我这才满意的回他，你懂什么我的未来夫婿？我见过的是京城有名的才子，写了一手好文章，偶尔也会让丫鬟给我带一些新奇物。简是个顶顶好的男子，抄家后没来找我，也不怨他，摄政王就是个疯子，这个时候跟我攀扯近了，指定把他们家也给抄了呢。他心中应当是还有我呢，毕竟当时我未被送入教坊司，哥哥说他也是帮了忙的。还有做鲜花饼的、烤鱼的和做艾叶粑粑的，这小镇南来北往的人不少，竟是各地的美食都有，于是就阔起摆手，你看看要吃些什么，我给你买。我转了一圈，只在那糕点铺子门口停住了，那里有刚做好的栗子糕，是我熟悉的记忆里甜丝丝的味道涌上来，我甚至不由口中生津。我拽了拽他的衣角，19我要吃这个。他带着我大大咧咧的进去了，却被掌柜的一番羞辱，去，没钱学人家买什么糕点，我这都是京城贵女吃的新鲜玩意儿，你一个泥腿子带着个野丫头也想吃。他骂于19就算了，不过他骂谁是野丫头，再一看于19这么个大个子人家骂，当场我就开骂了。京城贵女吃的栗子糕都是兰香铺的，你家是哪来的？我怎么没听过挂个桂香铺的招牌，莫不是搞东施效颦，在小镇子里骗骗乡野村民哪家贵女吃你家的杂牌子糕点？掌柜的听着骂，停下手上算盘，这才掀起眼皮，正眼瞧我一眼。他打量我一会乐了，你这野丫头也去过京城，你管我去？没去过。你开门做生意，能卖就卖，价都不开，就赶人，就你这样活该，只能在小镇子里，一辈子都干不过兰香铺掌柜的，似乎有些生气了，放下手中账本走了出来。于是酒伴拉着我胳膊，焦小姐不行，咱吃别的，不跟他掰扯。我拦在人高马大的于19面前，偷偷对他说，我在京城贵女圈吵架，那也是没输过的。于是9闻言一愣，随即轻笑起来，不怕。不过他人倒是往前走了走，拦在掌柜的面前，谁知那掌柜的走出来并没有生气，倒是客客气气的给我拿了一小块栗子糕，那你尝尝我这糕点，味道可有不同。我细细抿了一口栗子糕，那久违的甜香顿时溢了满口，一小口就勾起了我的馋虫。我3两下将手中的糕点吃完了，竟还有些意犹未尽。我有些惊喜，你这糕点铺子虽然名字是仿的，但是这味道却不比他家差，甚至甜而不腻。平日里我吃2块栗子糕便够了，今日倒觉得这栗子糕可以多吃几块。掌柜的听得高兴，你要一些回去？我点点头，百文确实不贵，我平日里的糕点随便买卖都是几两银子，谁知于19凑过来，面上略有难色。小祖宗，我身上只有200多文，200多文，我知晓他穷，却不知道穷到如此地步，我只能略微遗憾地说，那就只买2斤好了，这几日该是够吃了。他咬牙切齿罢了，还是个孩子。掌柜的要2斤，然后从怀里摸出200文来，仔仔细细数了几遍，才给了掌柜的。掌柜的笑着，这姑娘说话好听，多给您放2块，下次您再来。买完栗子糕，我们又在集市里逛了一圈，直到将他手上的钱花干净了，他的脸色有些不太好。小祖宗，最后这几文钱我去买个灯笼，不然咱们得摸黑回去了。买完灯笼，他便又背着我回去了。他的背部宽阔，走起来十分稳当，就是这一身腱子肉，硬邦邦的，有点硌得慌。我一手打着灯笼，另外一只手捧着栗子糕，饿了就啃上一小口吃的碎屑，弄得他满头都是。他颇为无奈，小祖宗，你这撒了个碎渣，钱都够我买只烧鸡吃了。我不理他，自顾自吃得欢快。天已经完全黑下去了，我本该害怕这荒郊野岭的，可靠着这么个暖烘烘的大个子，好像也不用害怕了。走着走着，路边的田埂里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还有些奇怪的，不知是痛苦还是欢愉的叫声。他的脚步一顿，过去，只见田间叠着2个赤条条的身子，正对我们的是一个大白屁股呀！我惊叫起来，转瞬间，灯笼被于19一口吹灭了，他在黑夜里背着我狂奔，那步伐跟要飞起来一样，不过片刻便跑出几丈远。我吓得大骂，于19，你赶着投胎吗？跑那么快做什么？他不语，
直到跑出1里地了，才气喘吁吁地停下。他歇了一会，才将灯笼重新点了，继续背着我回家走了。我还在想着刚才那个白花花的大屁股，这样的场面我可是没见过的。不过我倒是有些好奇，19村里的夫妻不在家里躺着，为什么大晚上的躺在地里呀？大烫他粗声粗气的回我小孩子问，那么多干什么？谁是小孩子啊？我都已经急急了，这于19不会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吧？兄长藏在书房里的画册我也是看过的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何村里的夫妻非要去地里干那事儿。于是9耐不住我一直问，最后只说说不定只是一夜的夫妻呢。我听得云里雾里的，晚上不知为何有些燥热，我在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都是那白花花的大屁股。我听着于19也翻了几次身，昨日那轻微的鼾声听不见了，他的呼吸很轻，似乎是也没有睡着。我又想到他那炙热的身躯，被子上的皂角气息包裹着我和他身上的胃，半夜掀开被子坐起来怒骂田舍奴。于是9半晌功夫才说话，小祖宗半夜睡醒了也要骂我一句吗？坐起来有些冷，我裹好被子又躺下了。于是9见我没睡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聊着，那栗子糕你吃慢些，那可是我攒了多年的娶媳妇的钱，过几日我去打猎，卖些野味，攒了钱再带你去镇上哼哼，攒了这么久才攒了200多文，怪不得他娶不上媳妇。第二日一早，他便扛着锄头去了地里，虽未到农忙时刻，可他还是得时不时去看看。起床我便犯了愁，昨夜天黑没注意，今天天色大亮，才发现我的鞋上沾的都是你脏兮兮的，就往溪流边去了。村里的婶子们都在这里洗衣服，来这里擦洗一下我的鞋总是没错的。婶子们热情，我刚坐下，用手上的破布沾湿了水，他们便撩开了从村头张寡妇到村尾王麻子，我鞋擦了一点，故事倒是听了一箩筐，聊到后面不知怎么的聊到我头上了，婶子假一把就掐在我腰上，然后惊喊，哦吼，好细的腰！我吓得跳起来，连忙躲远了一些，婶子一边将洗衣服边笑，你看她那白嫩小脸，10里8乡都没见过这么嫩的。于是9也不知是从哪里找的漂亮媳妇，跟大户人家的娇娇小姐一样嫩呢。我紧握着脏布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我挤眉弄眼对着我若有所指的笑，妹妹，你男人那么壮，晚上挺遭罪的吧？我的脸蹭了一下，涨红了，这些婶子说话怎么如此直白，我鞋都没刷完，拿着破布就跑了。这乡野之地，民风太过剽悍了，身后是婶子们的哄笑声，怎么还害臊了？晚间于19扛着一头麂子回来了，我见他就骂田舍奴。于19一愣，问道，小祖宗，我又哪里得罪你了？我又想到溪流边那些婶子的虎狼之词，脸又涨红了，但是我说不出口，只能一脸硬气的回他，本小姐想骂你就骂你了，还看时差。于是9哑然失笑，他将麂子肉放在院子里，又从怀里，我说小祖宗别生气了，晚上给你烤麂子肉，还有野山菇做的汤。我的肚子不争气的咕噜了一声，我冷哼了一声，那就尝尝。于是9听得我肚子响声，大笑，那大手直接朝我头上的小揪揪揉了一把我，大惊失色。于19，你未曾净手，于19的手艺还不错，炙烤的麂子肉外酥里嫩，就是油汪汪的，我只吃了几口那野山菇做的汤，我倒是喝了不少，还吃了一个他从田间挖出的白薯，吃得有些饱了，我甚至有些困意，打了个哈欠，哈欠打的泪水都流下来了。泪水朦胧之间，我仿佛忆起之前在家中用膳的日子，我低爱着酒桌上的酱菜卤菜总是放在他面前下酒的，是素面，兄长倒是不挑食，不过偏爱一些肉食，而我最好甜食。厨房里的糕点总是少不了，我的心里突然有些空落落的，也不知父母兄长现今如何了，又何时能来接我。不过很快我擦干净哈欠，流下了眼泪，一扫阴郁心情。我爹说过，人总是要朝前看的，眼前于19在收拾碗筷，我轻轻拉住了他的衣袖。19，我想沐浴了，这院子里没有妲己。于是9说，我平日里都是去河里洗的，你等等，天色黑一些，我带你去，到时候我在旁边给你把风，你只顾洗便是。我当然不依野人才去河里洗澡，我要是去河里洗，肯定是要生病的。于是9颇有几分凶意，我缩了缩脖子，还是小声说，会生病的哟，你要给我看病得花更多钱。于是9一听这话便妥协了，我去打水，哼，早该如此吗？于是9跑了几趟，才将家中的大水缸盛满了。我又说，你不会要让我洗凉水吧，会生病的哟。然后他认命的去砍柴烧水，好不容易热水烧好了，木槿也放好了。于是9我汗巾呢，我也顺便擦擦身子。他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片刻后拿起我鞋边的一块沾满泥土的破布，正是我去溪边洗鞋随手拿的那块。他望了望我，我也一脸无辜的望望他，
本小姐怎能知道她的汗巾竟然是被屋子外的读书声吵醒的，似乎是从院子外传来的。我迷迷糊糊的坐起来，于是九早已坐在院子里劈柴，见我起来了，他说我早晨掏了2个鸟蛋，蒸好的蛋羹放在锅里了，你去梳洗，我去给你端出来。我用杨柳枝洁干净牙齿，又洗干净脸和手，然后顶着一头鸡窝般的乱发，端坐在院子里，想用本小姐的早茶。我咬着蛋羹吃得香，于是九站在身后帮我梳发髻，指院子外的读书声，实在扰人不知是哪家的书生背书背得磕磕巴巴的，如饱赤子之心，惊叹了一声是何人。院门被轻轻叩响，于是九站起来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只见一位书生站在门口，他手持书卷，身材瘦削，头发倒是已经斑白了，像个落魄小老头。书生看到人高马大的，于是九吓了一跳，是你于十九？于十九点点头，喊了声眼叔。眼叔于十九告诉我村里就3个大姓，都沾亲带故的，这从辈分上算是我的堂叔。我从于十九宽阔的背部后看出脑袋，试探着喊眼叔那小老头。书生笑得眼角皱纹眯起来，应了一声，哎，原来是直系村口的神算子说了，你就是我的贵人。是我不是于十九的媳妇，却又被勾起好奇心。神算子怎么说的？小老头书生3两句解释清楚了，他是村里唯一的秀才，少时考学也算是个小神童，同是院士名次都不错，待到了乡试了，考了10余年都未考上。小老头秀才眼睛亮亮，神算子说了，我是缺席气运，而他掐指一算说，今日第一个和我搭话的就是我的贵人，那就是直系你呀。这乡野之地会背书的并不是凡人啊。呜呼，本小姐还挺厉害，不过4书5经我都是听我兄长背的时候学的，名句倒是会一些，但是总是背了上句也不知下句，这小老头背的那句我恰好知道罢了。于是他连自己的命都改不了，还改别人。我猛地回头瞪他，谁说本小姐不行？可我的头发还在他手里呢。这一回头拉扯我疼得直些冷气，呜呜疼。于是九立马松了手，在那扯疼的地方揉了2下。然后他对小老头秀才说，眼叔都知道你求功名心切，但是也不能病急乱求医啊，你看他像个贵人吗？我挠了挠，扎完衣就蓬散了发髻，捧着蛋羹又吃了一勺，腮帮子鼓鼓的。看着小老头秀才给了他一个友善的笑，小老头秀才捂着胸口退了半步，这清澈的眼神罢了罢了。小老马齿徒增10余年，山河已秋，人生忽晚。哎，奇怪的小老头，他走到门口了，还是信一些的执行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可来找我，我能有什么需要的？他走后，于是九有些艳羡的说，他家在村里算富户，父母妻儿耕种纺织，只供养他一人读书。我看出于十九眼中艳羡，站在台阶上摸了摸他的头，十九要是想学，我也可以教你。于是九一愣，然后笑得那双豹眼都和蔼起来，他轻声说好。过了些日子，栗子糕吃了小半，我却已经腻了。我拉着于十九又去了镇上几个时辰后，我看着唐人惊呼，哟呵。于是九拎着大包小包捂紧腰侧，实在是没有银钱了。我有些气恼，至于十九也忒小气了，本小姐不过才买了10几份东西，我上女人。于是九连忙赶过来拉开我，小祖宗没撞坏吧？我倒是没事，另外的人却被我的脑袋顶得老远。那人坐在地上，怀里的书掉落出来，哎呦，撞坏小生了，哎，撞得好啊，竟然19和直习，这不是缘分，是什么呢？被我撞到的正是于19的堂叔，小老头，秀才，于眼，小老头，秀才，非要请我们去吃东西，他说是小生撞坏了直习的脑袋，给赔罪赔罪。我点点头，让他前面带路，走了一会，我又反应过来谁的脑袋撞坏了，于是九拎着东西在身后折小老头，秀才带我们去了一家酒馆。我看着小老头秀才怀里的书，问你要去赶考，你的书是若珍宝，这可是经里传出的备考书呢，有了它，我一定能中。这书看着有些眼熟，名叫珠子，几注之几注。这书我在兄长书房见过，当时我还以为书名印错了，但是兄长说这书就是专门讲珠子集注的。几杯酒下来，话匣子便打开了。我问小老头，秀才19说，你考了10几年功名，你考这个做什么？小老头秀才侃侃而谈，为生民命命，为天地立心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于是酒嗤笑一声，小老头秀才泄了气，说没那么高志向，我就想当官，当官可以让我的父母妻儿都过上好日子。我指了指他怀里那本书，可这本书是好多年前的了。快递愣随即苦笑，刚才我还觉得这书好的，天上有地上无的，没想到人家早就读过了，怪不得我怎么都考不上。我安慰他，别这么想，人家有书的也不一定能考上，能考上的说不定是真的聪明呢。2句话说完，小老头秀才差点哭出声来，
这小老头秀才的话题说着就到于19身上了。小老头秀才瞟了瞟于19说，侄媳呀，遇到你真是19的造化呀，要不然我们还真以为他不打算成亲了呢。他家是军户，家里父辈还有一个弟弟，都是征兵死在战场了，一条命赔到手就几十分钱，之前乡里人给他说亲，他是一个都不应啊，非说自己是军户，不配娶妻，我不解。酒喝了一口闷酒，他自己解释，军户的孩子也是军户，只要有征兵，那都得去，那日子太苦了，我不想我的下一辈也吃这样的苦，所以不如没有下一辈。我听得愣住了，这于是酒真是狠人，竟然主动断自己后，我一想又不对，可你说那买栗子糕的钱是娶媳妇用的，于是酒眼里多了几分促销。骗你的，我气得去挠他腰侧的荷包，我知道那里面还有10几文钱，一分都不能给他留。于是酒将荷包举得高高的，我跳起来也够不着给我。于是酒左右闪躲，原地跳起来了，一文都没有了，一文都没了。我哇呜一声假哭出来，于是就饿死本小姐了。不行，卖了半个月也未才攒的，你一次就花完了。小老头秀才看不下去了，19怎么能这么对侄媳呢？侄媳，你要什么？我这做叔叔的给你买。我挠了挠头，没敢提花鱼，19的理所应当，但是花小老头秀才的我却觉得不好意思。我说眼叔，要不你给我介绍点活吧，我自己赚钱也行。于是九大笑你要去做工，都得把主人家吃穷了。我气得又踹了他2脚，不过他身上硬邦邦的，踹2脚，他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小老头秀才跟小生媳妇一起直播，我摇摇头，那我哪会啊，小老头秀才，那替有钱人家洗洗衣服。于是九捏起我的一根手指拎起来，你看看这娇嫩，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大洞之前，礼仪我没好意思让，于是九洗，谁知道自己一洗就破了个大洞呢。后来我再也不自己洗了，还剩余19去吧。我洗确实有点费衣服。小老头秀才思索半晌，突然一喊，小生知道了，执行认字也会写字吧，要不你去书局抄书吧。小老头秀才带着我们去了书局，我写的一手簪花小楷，倒是颇得书局掌柜的喜欢，他给了我几本空白书页，让我回家誊抄。我看着旁边有散乱不用的草纸，要拿了些走。于是九那最后的10几文也算是用了，被我用来买笔墨纸砚了。我拍拍胸脯跟他说，19以后本小姐罩着你，带我抄书，给你买栗子糕吃，比平常有劲些。有了誊抄书这件事情后，我的日子充实多了。于是九种田的时候我在誊抄，于是九做饭的时候我在誊抄于19，洗衣服的时候我在誊抄于19，给我烧洗澡水的时候我在用那些废草纸给父母兄长写信，说是信，其实不过是些家长里短，尤其着重写了我吃了些什么。我将那些草纸用线装了起来，还在封面处取了个名为乡野保健等，知道他们的信了，我就把这一本都寄给他们去。我爹说了，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看到这个他们就知道我过得不错了。又过了几日，小老头秀才又要去镇，让他带过去，谁知晚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乡野宝剑怎么也找不到了，急得我一晚上把于19本就不富裕的家翻了个底朝天。于19有些无奈，祖宗，你大半夜发癫就老底呢，你有什么东西能跑到我箱底里呀？他的箱底里躺了一把大刀好闪，吓得本小姐退了好几步，我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我的家书不见了。正在这时院外传来敲门声，是小老头秀才异常激动的声音，19侄媳，这乡野宝剑是你们的吗？为什么一本食谱要取个如此星号的名字？这书现在在书局火了，今后你誊抄这本给书局老板就行了，掌柜的说加钱着。问出来，小老头秀才哈哈一笑，说书局里除了那些科考书，就是言情小说卖的最好了。你这名字确实取得和那些言情小说像，另外怎么他翻开书页，找到一篇就读爹娘兄长。我今日吃了小葱拌豆腐，豆腐是村口寡妇做的，他们都说那水嫩嫩的豆腐跟寡妇的脸似的，我却不以为然，那豆腐明明更像我半夜在田埂里照见的大白屁股。我挠挠头，左右张望，不说话了。于是九瞟我一眼，你管这个叫家书？我小声反驳给我自己留个念想嘛，又不一定要给他们看。小老头秀才也就这豆腐夸张了些，其他都是写些美食做法。招数局里的人当时看了都口水直流，很有些家有余财的读书人立马就去那铺子里买了不少。小老头秀才说，书局卖的最好的就是考功名的书和一些言情小说，再就是奇谈故事。我这本乡野宝剑倒是莫名契合某些读书人的喜好了，我不再誊抄那些考功名用的书了。书局老板给了一笔定金，让我将乡野宝剑故事整理整理，在誊抄几份秀才无事的时候也过来帮忙。先开始只放10本，
可不过一日便一售而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连当地的乡绅老爷都坐轿子过来买书，那卖栗子糕的掌柜的甚至找到我，送了不少糕点，多谢姑娘，您这寥寥几笔，我们铺跑来找我买糕点啊，我毫不客气收下了，也告诉他你也不用谦虚，要我说你的糕点确实比京城那家也不差，这是你该有的。掌柜的抹着泪回我，哎，实不相瞒，我本身就是从兰乡铺出来的，只是受到我那些师兄弟排挤，后来师傅去了，师兄娶了师傅，女儿当了家，我也被赶出来了，京城里没有我的落脚地，我只能在这偏僻小镇里开一家自己的糕点铺子，只不过小镇上大家手上有闲钱的不多，这糕点还是太贵了，但是像栗子糕这类的糕点不卖，那个价格根本不赚钱。我想了想说，你不如再弄些便宜些的糕点，现在的糕点我都吃不起呢。他思索了许久，最终说，的新做的糕点叫做桃酥，是我没有吃过的味道。虽然我不会做，但是我的口味比较刁，不好吃的碰都不碰，好吃的也就吃上几口。我细细品尝了一番，然后对掌柜的说，好新奇的糕点，酥脆香甜，只是最后隐隐带有一丝苦味，似乎有些火候高了，浇了掌柜的惊讶，自己又尝了几口，姑娘的味觉很灵，确实是有一丝苦味，看来我这配方还需要改进改进。他说他早年坚持过，但是那正经食谱已经失传了，他只能凭借记忆来一点点还原。他说我再改进一下，你下次再来尝尝。我点点头，问他这些剩下的糕点你还要吗？掌柜装走了，拿回去给于世九吃，反正他吃的糙一点点苦味，他吃不出来的。书局掌柜将剩下的钱也给我结清了。我一脸骄傲的拉着于世九去逛集市，19想吃什么随便挑，今天本小姐请客，于是九哑然失笑，熟门熟路的挑了几家我常吃的。不过今日的集市里倒是有一些不同，大家都是这般叫卖的。乡野保健力推的美食，黑松香可口，独此一家。我家是乡野保健书中描述的必吃烤肉，有外来的行脚商人问这乡野保健是何物叫卖的。掌柜嘿嘿一笑，掏出书来，你外地来的吧？这书可是我们镇上现在最知名的美食鉴赏。和于十九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些卖吃食的竟然还一块卖书了，怪不得书局掌柜给我的钱这么多，这书看来是真赚钱啊。小镇虽小可，这地方南来北往的人一点不少，这乡野保健一下子就让周边的行脚商人也带火了，这是当地特色呀。带点回去给其他人看看，这乡野保健也不知何人所做。不过这书倒是一般人学不来的，书里描绘的美食都是货真价实，不说，那故事也写得妙趣横生，引人逗乐。于是我如今也有些闲钱了，我拉着于十九，今夜我们去那船上听曲儿，晚上不回去了。这夜间的镇子上热闹竟然比白日里一点不差，有琵琶声和唱歌声自江面上飘过来，好生热闹。我们找了条船上去坐着，船夫在船头摇船，我们坐在舱内吃着小菜。船夫说歌女都是各个船轮着走的，要听曲儿的喊一声，便是我看着稀奇，便喊了一位歌女上船来。船舱里的灯并不十分亮堂，那歌女抱着个琵琶，初春天里穿着很是单薄，琵琶声有些哀婉，她的歌声也是听着听着，不知为何我连小菜都咽不下去了。我的眼角余光瞥到于十九，他的肌肉紧绷，隐隐挡在我面前，有些防备自太，这是为何？歌女唱完一曲，对我长长一拜，大小姐未曾想到能在这里遇见，即使谢家败落了，大小姐的日子过得还是蛮不错的，这话含腔带棒的。于是九早早做出防备姿态，使刚才就看出不对劲了。他说完这话后，于是九更是挡在我身前，直接质问他你是何人？而我借着不算明亮的光打量他那轮廓，越看越熟悉，有些像我二叔家的庶女巧儿。他果真是巧儿。他说你爹在朝堂口无遮拦，弄了一大家子都遭了殃，我和族里几个姐妹都沦落了，叫方思，凭什么你在这里安然无恙，还能过得这般快活？我娜不能演，这我是知道的，我爹和兄长同在朝堂，他们是保皇党，为了当今圣上不惜弹劾摄政王，乃知道给别人做了刀，而我是他们，人等死不足惜，只求皇上救救我这唯一的女儿。她身子娇贵，受不得那些苦，可相巧他们这样的还是沦落了叫方思。她脸上的妆容艳丽，和眼神里隐隐带着疲惫，我便的眼神怔住了。若不是我爹兄长最后求下的旨意，恐怕如今的我也是那样的，本是出来玩的，却最终败兴而归于是酒，打着灯笼摸黑背着我回去了，就像那一夜一样。我坐在他背后偷偷抹了抹眼泪。19我心里有些不痛快，于是酒将我背得更紧实了。他低沉的声音从前面传来，这不是你的错呢，是他自己的命，什么又是命呢？于是酒说我出身便是军户，我爹和弟弟
你家中富贵突遭此劫，那你避开了是你的命，那歌女为避开是她的命，不过只要活着，活着便可有万般可能。我搂着于十九的脖子，这次没忍住哭了出来，滚烫的泪水滴落在他的脖颈上，于十九的胳膊紧了紧。我当初入伍的时候，因为身材高大而步步高升，很快就成为了百夫长。那个时候我掌管着100人，好不威风，待遇也比普通士兵好一些。可很快我们去攻城，我的队伍被分到了第一波冲锋的。在战场上，一般先锋军都是去送死的。我的眼泪止住了，手指不自觉掐住了他的胳膊，问他后来呢？即使知道他不会死，可我还是忍不住，好像一切早已经释然。他说，我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，又看到新的人补上来，我奋力爬上了纵云梯，成为了第一批站上城墙的人。后来成功下来了，我立了功，但是立功后对于我并没有任何褒奖，而且我带的兵基本都在第一波冲锋里死了。我这个百夫长也承认了空壳子拼死沙场，最后不升反降，那得有多郁闷啊。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安抚，19很厉害，就算不当大官也很强，于是9笑得有些爽朗。可最后我被一个将军看上了，成为了他的家丁，也是他的司军，待遇比普通士兵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我后来才能避开很多危险，因为对于那位将军来说，看他可不舍得我星号，这可真够跌宕的。那19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呀？我那时候打完仗跟将军去了京城，本以为会过上好日子，没想到将军得罪了人，被革职了，他自身难保，我也流落街头，要不是京城里的一位族亲接济，我恐怕都要乞讨回来了。说起来那位族亲你也认识，就是你的那位老仆人将你委托给我的那位，原来是这样，于是9之经历还真是够曲折的，于是9背着我快走到家了。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造化，你不必将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。我这一夜睡得不是很安稳，梦里又是于19刀光剑影的拼杀，又是爹娘兄长含泪望着我，刘宗，醒醒，醒醒！于19的声音将我从梦里喊醒了，他说，你梦魇住了，天已经微微亮了起来，我做些吃的给你。他粗糙的指腹轻轻抹过我的脸，我才惊觉脸上全部都是眼泪。吃早饭时候，他像往常一般帮我梳着头发。我问19都是书局给的，这些银钱我都用了，你会怪我吗？些日子里赚的5两银子全部都给了他，我说，巧儿，这是我现在的全部家当了，你先收下，如果赎身不够，我再去凑凑。他看着我的目光，从厌恶嫌弃到震惊，再到有些凝滞，他说，大小姐，你自己都这般样子了，还有心思管别人？我身上没有了往日出差衣服，也是最普通的粗布麻衣，但是因为有于19，我倒也没有觉得生活糟糕，到了哪里去？巧儿犹豫了一会，还是收下了那笔钱。他说，我不会跟你客气，既然你给了我就会拿，不过你也不用太在乎了，如果没有你爹那档子事情，这会儿我指不定也是在你家做妾室，日子说不定还没有如今这般自在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总算放下。他转身说要去梳妆准备，我听他嘟囔着还千金大小姐呢，头发梳得像个乡野丫头一般难看。只是转身的瞬间，他的眼里似乎有水光闪过，夜间我竟又是哭醒的小祖宗，醒醒醒醒！我感觉腹中一阵绞痛，疼得我的冷汗将头发都粘在脸上，他粗粝却温暖的手拨开我的头发贴了上来，没烧是怎么了？我心里咯噔一声，隐约有些猜想，我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，做贼一般的将脑袋伸进去看了一眼，然后一脸无辜地看了看于19家里还有电续吗？来这里有段时间了，我这回水本身就不规律，没想到今夜突然来了。于是酒犟，让我早些睡，和我疼得有些睡不着。家中没有汤婆子捂肚子，我找了半天，最后目光落在他那双宽厚温暖的手上。19他看着我的眼神往后退了几步，小祖宗，你又要干嘛？我嘿嘿一笑，窝在被窝里，将他的手扯进来，捂在肚子上。他的手常年都是温暖的，今夜不知为何，简直跟快火炭一样。于是九江坐在床边，一声不吭，连动作都不敢做。我躺在床上，看他扑哧一声笑出来。19你怎么了？于是九看着我，眼眸变得有些幽深，声音也变得更低，快睡着，我就走了。靠着于19便格外温暖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睡梦中似乎有什么划过我的脸颊，无息，于是我便凑上去蹭了蹭那气息，却猛地躲开了。掌柜的桃酥总算弄出来了，他把店名都改成了酥香铺。我点点头，这名字比之前那个山寨的好多了，又好听又有自己特色。掌柜的笑呵呵的姑娘是我的福星，今后我这铺子就主卖桃酥了。我尝了一口，那上面撒的芝麻格外香，就我这挑剔的人也一口气吃了2个半，最后那半个实在吃不下了，我顺手丢给了于19，太干了，
我得喝点茶水。掌柜的这桃酥其实还可以做成其他口味，如果单卖桃酥还是太单调了些，或者还可以备些茶水，在铺子里再摆几张桌子，有闲工夫的人来吃个下午茶也。听完后思索了一会，连连点头，还是姑娘想的周到，我这就安排。于是酒还在那里啃着我吃剩的半个桃酥，我捧着脸看着他吃东西也觉得有趣，他吃东西都是这样，面无表情的，像个捧着果子的松鼠。镇上每日都能发现新的吃食，每旬我都带着于19上街采买一阵，剩下的日子里都在写乡野宝鉴。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乡野宝鉴都已经写到第3卷了。这天突然收到了一封信，竟然是我兄长托人带过来的。我高兴坏了，连忙拆了信读信上说，他们被流放到了北边，这里的军官对他们还不错。兄长在信里最后说，饶饶再等几日，我便去。对着于19高兴的喊19，我终于要回去了。于19那时正捧着半颗大白菜，我看着他的笑容一点点消失了。许久之后，他只轻轻了一声，他好像不是很高兴。我想了想，给兄长写一封回信，我在信里写了好多人，于是就秀才小老头卖栗子糕的掌柜、书局的掌柜，还有巧细数下来，我在这里认识了好多人呢，最好的当然是于19了。我写了好几页纸，我的日子又有了新的盼头。兄长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寄封信过来，我还向兄长要了本书，送给小老头秀才。我告诉小老头秀才，这是京城里他们科考常用的书，每年都不一样，破题之法还能够押题。我兄长那里刚好有一本，我就让他寄过来了。小老头秀才粗略翻了翻，顿时如获至宝，果然是我的贵人，这次秋闱有戏了。我挠挠头，想也不知道这时候有没有用，毕竟京城里好多公子哥，有书也考不上啊。于是19却说，我倒是觉得你这书送的好，他考了10来年了，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忐忑不安的，却垂头丧气的回你，这给他点期盼，总是好的是吗？有比没有好。夜间我坐在桌前给兄长写信，之前我誊抄书的时候，于是9总会坐在旁边。怎么啦？我拽着他在桌边坐下，我说19，我教你写字呀，之前说过要教你的。于是9一愣说，我就活在这乡里，不需要这个。我板着脸佯装生气，不行，自己名字还是要会写的。我在草纸上写着于19的名字，一点点教他辨认，煤油灯虚晃着将纸上的字照得不太真切。一片寂静里，能听到于19的呼吸声，我突然生出一股燥热之意，将笔推向他，以写他粗粝的手接过笔纸腹，划过我的手，不写我的，我要学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比你的复杂多了，你不好学的。他却只说我能记住，能重新从他的手中接过笔，在那于19的名字下面又写上我的名字，谢敬饶2个名字紧紧挨挨的凑在一块，倒也还挺好看的。于是9又拿了一张草纸，依葫芦画瓢，写着谢敬绕。当写到敬字时候，我就闭上眼睛，我低声问他，19，跟你商量一下，还是用你自己的名字练字好不好？我有点无法忍受自己的名字丑成这样。直到有一天，兄长送来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，饶饶，这应该是最后一封信了，3日后我便启程去接你，摄政王已经下狱，我们也平反了，虽然我和爹还未官复原职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我兴奋地告诉于19，于19愣了愣，然后说，那我帮你收拾行李。看着他将我的肚兜里衣和外衫一件件整理好叠进去，又塞进去各种小吃糕点。我跟他说，19不用色那么多吃的，去了京城有更多好吃的了。他的手顿了一下，然后轻声回答，好。不知为何，我的心里有一丝酸涩，我看着他突然道，19，你对我真好。于是9一边收拾包裹，一边说，我答应过，要照顾好你，把你托付给我的那位叔叔对我有恩，我承诺了他的必须要做到。我的心里突然燃起一股气恼之意，只是因为这个，我靠近他掰过他的脸直视我。于是9，你敢不敢看着我的眼睛？说他撇开目光，眼眸低垂，你总。村长本是独自前来的，可兄长到后又说，王家那小子听说我来接你，非要跟着一起来，我让他在镇上等着了，你随我梳洗一番再去。王家小子就是我的未婚夫婿，他是王太傅家的2公子。兄长打量了一回我住的地方，又看了看站在门口的。于是9小声问，那于19一个大男人就跟你同住这一间小破屋子？我眼神坦荡地看着他，我住里间床上，他在外间打地铺，怎么了？就是这里间外间就隔了帘子，夜间说句梦话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兄长欲言又止，我眼神坦荡看着他那书房里的各色画册我也是见过的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真没有想有也没有。手送我，就连那小老头秀才也来了。他看着我兄长连连作揖，一脸好奇想问，又不敢问。我让兄长上车，然后跟他们道别。我告诉小老头秀才，我其实并不是于19的媳妇，
只是家里落了难来，他这里避了几日。若今后你考上功名来了，京城可以来找我。小老头秀才惊讶的胡子都翘起来，果然是贵人，还是京城来的贵人。不过转头他又嘀咕，可怜我一酒折了，怕是明天河边洗衣服的婶子们就要传。于是酒的娇嫩媳妇跟镇上的小白脸跑了。我想笑，又没好意思笑，止于19黑沉着脸，好像真入戏了似的。他的眼神和我对视了，一瞬又跟针扎一般挪开了。那本小姐就要走了。王二公子在客栈里等了许久了，我是沐浴更衣，又熟悉了好一番才出来的兄长从街上找的梳头娘子，可比于19的手艺好多了。等我换好衣服出来，兄长才长叹一口气，方才我没好意思说你在哪。于是酒家的样子我差点没认出来，活脱脱就一野丫头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看来于19的梳头手艺有目共睹，不过笑完胸口又闷了一小会以后，于19都不会给我梳头了呢。我告诉兄长巧儿也在这边，于是他便用文书和银子将人给赎了出来。巧儿抹着眼泪哭了，会兄长心里不是滋味，眼观暗律是不可动的。我和父亲也不知道那摄政王竟如此丧心病狂，我们是在朝堂讨日子的，父亲官位做得高才能有你们的锦衣玉食，父亲下了罪也连累你们。巧儿说，那我们便是一点选择都没有了。此番回去了，是否下次遇到事情了，我们又要遭罪？兄长沉默着，不知如何回他。我和巧儿便知道他说的对了。晚上王家二公子设宴款待了我们，他看起来还是那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。二公子打量我许久，饶饶长大了，我边的眼光看着不太自在，就是于19平日里也没有这般盯着人看的，有些被冒犯的感觉。可想到兄长说王家和我们家关系紧密，我只冷哼了一声，就是声音有些大了，让二公子有些不自在。巧儿都在旁边轻笑，连忙说坐坐。众人坐下。二公子的目光瞟到旁边的巧儿未曾更换衣裳，脸上的妆依旧是之前一般艳丽。二公子皱了皱眉，问这位是？我说这是我二叔家的妹妹，她流落在这边，我便让兄长一块带回去了。二公子脱口而出，那岂不是从教方思？他不动声色的朝旁边挪了挪，似乎是要避开和巧儿的接触。我心里冒出一些火光，只是看着兄长再强行压了下来。一顿饭下来，二公子连巧家伙的菜也不碰，后来更是明目张胆的吩咐小厮去添置自己单吃的餐食。我之前只在宴会见过二公子，这是第一次和他同桌吃饭，我爹说了餐。二公子真是自大又无礼。晚上在客栈歇下来，巧儿犹豫了一会，拉着王宇之前在京城，我听姐妹们说过，这二公子有些怪癖，他家中伺候的婢女经常遭他的毒打，他性情暴虐，不把这些人当人的。我点点头，心中对他的厌恶之意到了极致。我爹说的对，这餐桌上看着不行的人是真不行。我问兄长，这二公子是必须要嫁吗？兄长沉默了一会，摸着我的头，饶饶家族庇护了你，你也该为家族做出些什么。我直言，你看他是如何对巧儿的。之前或许我们还是门当户对，如今我们落魄了，就算重新回去了，咱们家里人也都是遭过难的，他今后不依旧瞧不起咱们。他是我很难相配。兄长只说别闹脾气，饶饶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在油灯前拿出那本乡野宝鉴，若是回去了，恐怕这些也得丢下了。我翻开书，里面飘出一张草纸来，是于19那扭曲的丑字，上面写满了谢敬恼。我的眼泪刷了一下落了下来，因湿了草纸，名字取得再好听又如何，既不名垂青史，也不能刻在碑上，或许多年以后也只是留下一个某某氏。我想起在京城那些贵女间的互相争斗，忽然觉得没了意思，那些寒酸艰促的日子，还不如我在这乡野过得快活呢。我抓着纸，又想到了于19的那些故事，我的命运也不过掌握在别人手上罢了。我以为自己逃过了叫方思，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性情暴虐的王二公子在等着我。不过若是没有这场灾祸，恐怕我还不知道他这般惹人厌恶，还是于19讨人欢喜，也不知如今他又在做什么呢？没有我在，是不是快活极了？可我又不想他快活，本小姐也不快活，凭什么他那么快活罢了？他还是快活一些吧。我若不快活，希望我喜欢的人也能快活一些。我便在这万般思绪中迷迷糊糊睡着了，突然听闻有人喊着走水了，走水了。我从梦里惊醒过来，发现外面火光漫天，竟然是我住的客栈烧起来了，那门我都推不开，只觉一片火光笼罩我，哭着大喊救命。小祖宗，我止住了哭声，以为自己是幻听，这里怎么会有于19的声音？不管了，我连忙喊，我在这里。一道巨力破门而入，浓烟熏得我都呛起来。于是酒踩着火光进来，那一刻简直犹如天神下凡一般。他背起我，便走在那熟悉的宽阔后背，我竟一点也不怕了，就像走在漆黑的夜里，
他打着灯笼照亮前路，又在这火光肆虐的地方，他脚步沉稳地带着我出去。19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喉咙有些嘶哑地问。他说，我若不来，你的大白屁股怕是都要成大黑屁股了。我气恼捶他，可又觉得有些欣喜，只听得他又轻轻说了一句，你今日很好看。是我此刻头发散乱，外衣也是随便披上的，甚至不如平日里齐整。莫不是他看到白天里盛装打扮的我了？我抱着他的脖子，心里有一阵欢喜，他是特意来镇上找我的吗？于是酒将我放在兄长面前就走了。他对兄长说了句，那人不是什么好人，是他派了小厮放的火。我和兄长都愣了，他说的是王二公子吗？兄长看着我，先打量了一番全身扰扰，你没事吧？扰扰这火虽然这个大，但是好歹没有伤到什么人。客栈跑堂的说，半夜有个大个子将睡大堂的他喊醒了，发现的早才把所有人救了，也就我住的房间靠里是最后出来的。不远处有几个人把一个人按在地上，就是他。好了，报官抓他。那人被抓了起来，从我们身边经过，与我们打了个照脸。这不是二公子身边的小厮，二公子就住在旁边。客栈这么大动静，他竟然也不出面。兄长向二公子去讨要说法，却气冲冲的回来了。他说，扰扰，这便是天王，老子来了也不能讲，我要回去告诉父亲取消你们的婚约。我好奇二公子说什么了，我问他那会儿是不是他放的，他未曾承认，也未曾否认，据我看就是他做的，这人不想结亲，只说就好了，竟然直接放火烧人。后来兄长才跟我说，那二公子还说我要的是住谦宫拔不床的贵小姐，你如今给我一个沦落乡野的野丫头做什么？他在乡下可是跟那男人同住一屋的。兄长越想越气，说他们敢对你下死手，我们也不怕跟他们家撕破脸，这般姻亲，谁爱结谁结去。我也一阵后怕，这二公子做事也太极端了。不过又想，那是不是不用结亲了？我问兄长，那我能不能留在这里？兄长看了我两眼，我拉着他的袖口撒娇，哥哥，等你和爹娘说好了再来接我吧，你还不知道吧，我在这里可受欢迎了。话音未落，那大火将周围人都闹醒了来，凑热闹的灭火的他又看着抓放火的书局的掌柜的过来，姑娘，你也在这里，看你这样子，不如去我家，让我媳妇给你换身衣服洗把脸，卖栗子糕的掌柜过来。前面不如去我家上次说的桃酥我又搞了点新口味，不如去我家尝尝，还有些卖其他吃食的，我家也可以。姑娘来我家，兄长愣住了，你这架势比咱爹当官时回乡还浩大。我摸着头笑了笑，隐约看到墙角有熟悉的高大身影。我转头看过去，那身影却又不见了。兄长带着巧儿离开了，他不放心，我一个人又把我委托给了于19。想不到吧，本小姐又回来了。我瘫倒在于19的破床上，长舒一口气，还是这里舒服于19。看着我叹气，可怜我又要忙活起来了，还得去打野喂给小祖宗吃。我跳起来瞪他，可看见他眼里分明是亮亮。嘴硬什么？我刚才还看见你把什么往桌子里藏，等他转身出去收拾东西了，我把那东西从桌子里抽出来，竟然是写着于19和谢晋老名字的那张草纸。那纸本身便宜，不知被妈撒了多少遍了，我看着都薄了一层。哼，还是本小姐的簪花小楷好看吧。兄长一去，竟然就是数月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直到某日，乡里敲锣打鼓的举人老爷回来了，于眼中的举人了。我拉着于19出门去看热闹，那小老头秀才骑着高头大马，正在乡里游街呢。他无比风光的在自家门前下了马，他的爹娘早已老迈，妻子也已经头发花白。小老头秀才绕了一圈，最后走到我，对着我就要成拜。于是9连忙将人拉起来，他年纪小受不得。这里小老头秀才对我挤眉弄眼的笑，受得起受得起。那本书镇压中提了我在考场，那是才思泉涌，有如神助啊。我如今中了举人，已经是县官候补，说不定过几日就能当官喽。明年开春还有春闱，我要再去试试。我也连忙恭喜他，肯定也能中能中，我看你就是高中的样子。小老头举人拱手欢笑，那酥香铺的掌柜的找我，他说姑娘可有一管我这铺子，我和家人打算重回京城开店，可这里需要人看管，兄长临走前给我塞了些银子，我自己又攒了一些，我给了他20两银，这铺子便是我俩一人一半。他将做桃酥的方子和火候交给了我，还给我留了几个学徒，告诉我有几味秘制的材料，我用红笔勾出来了，这些你来放，火候最好也是你来掌握。我告诉他，你只管去，我写封信给我兄长，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去找他。掌柜的眼神坚定的拿着那封信出发了，这次他要夺回师傅原本留给他的一切。兄长再次来信的时候，已经是又1年了，他说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他和几个堂兄弟留在朝堂，爹娘告老还乡，
他说这些日子发生太多了，爹娘说近日要去看看你，我说你再香也过得快活，指不定他们去了还要靠你呢。这话说的不错，我如今可也是有间铺子的人了。他还说我遇到你给信的那个桃酥掌柜的了，他如今的店铺开得又大又好，我之前帮过他一次，如今他倒是逢年过节都给我塞些京城里抢不到的桃酥礼盒，给咱们家在宴席上尝足了面子。看来掌柜的在京城发展的不错。他又说巧儿本是该出嫁的年纪，他不愿意家中遭此大变，倒是所有人心境都不一样了。二叔允了他，听闻他拿这些自己攒下的银子出去做些小买卖，我唏嘘了一会，二叔那老古板竟然也会同意，看来去流放的路上是被折磨的，不轻不看开了。院子外传来叩门声，于十九在门口喊我，我快步跑出去，举人站在门口，身后停了一辆马车，他见了我便作揖，贵人19，我要上京城去考试了。我想了想，跟他说会试殿试都要进京赶考，我写封信，你带给我兄长，可以借住在我家，让我兄长指点指点你。小老头举人惊喜一笑，那劳烦贵人了。阳光照在田埂之上，隐隐有耕耘的声音传来，小老儿乘着马车一步步向京城方向驶去，而我和于十九站在院门前，阳光挥洒在脸上，我们相视一笑。于十九伸手拨开我脸颊的乱发，我趁机照着他的脸亲了一口。于是九愣住了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早景而饮，耕田而食地利于我。